今天啊，咱们来聊个怪事啊。12月4号晚上，我看了那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条消息，那看完之后吧，这心里面是五味杂陈的。这想笑吧，觉得不厚道啊；你说想骂吧，又觉得找不到词儿骂呀。啥事儿呢？这简单说啊，就是咱们大陆这边啊，通过金门、厦门那个小三通，把几个在那边服刑期满的台湾诈骗犯给送回金门去。结果怎么着？那前面几个人是送回去了，后面还有3人，金门那边大门一关，说不行，拒收，哪凉快待哪儿去。理由是啥呢？说是什么大陆没有提前通报。这事儿一出来啊，你别说咱们大陆这边老百姓看不懂，我估计啊，就在那些只要但凡脑回路稍微正常点的台湾网友啊，那看都得脸红啊，都得觉得，哎妈呀，真的是太丢人现眼了。首先啊，咱得搞清楚，那这次啊被这个大陆送回去，这个金门还死活不要的这几位，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你可别以为他是什么误入歧途的小绵羊，或者是什么去那边旅游迷路老大爷，那可不是哦。这帮人那可是实打实的狠角，是在这个柬埔寨、缅甸那些诈骗园区啊干着丧尽天良勾当的职业汇总。咱们这个新闻可是没少看吧？什么嘎腰子传说，什么 KK 园区惊魂，这帮台湾人啊，当初是怎么进去的？那大部分就是看着网上招募广告，勾心招聘，月入10万，包机票包吃住，只要会打的就行。你说这种鬼话，连咱们楼下看大门的大爷都不信啊！但就有那帮贪心不足，或者说是走投无路的年轻人，他就往里面钻。那这一钻进去吧，那可就进了狼窝了。到了这个柬埔寨、东南亚那些个不管地带啊，这个护照一收，手机一没收，大铁门一关，干啥？电信诈骗。那给谁打电话呢？给咱们大陆的老头老太太啦，给台湾的家庭主妇啦，甚至是给这个海外的留学生。这帮人里头啊，那有的呢可能是被骗被迫去干的，那确实也是可怜呀，咱得同情。但是这次被遣返的这几位啊，那可是经过咱们大陆公安机关的严密侦查，法院正经审判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可不是受害者，他们是加害者，是那条黑色产业链上吃人血馒头的一环。他们在这个园区里啊，如果不听话，或者说这个业绩不达标，那是真下得去手啊！那电棍滋滋的响啊，关水牢，甚至被倒卖啊！为了活命，为了不挨打，他们就得拼命的骗人，骗的人家破人亡啊！那后来呢，咱们大陆这边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雷霆出击，跟东南亚国家是联合执法，端了一窝又一窝，这帮人就被抓回来了。注意啊，那抓回来之后啊，咱没有直接把他们扔回去，而是按照咱们的法律，是该判刑判刑，该坐牢坐牢的。现在刑满释放了，债也还了，这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老理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你也该回家看看老娘了。这按照法律程序啊，你刑满释放就是自由身了，那又是台湾的户籍，这回台湾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是基本人权啊。结果呢，这金门那边啊，整这一出拒收。你说这帮人心里啊得有多崩溃啊！刚从这个监狱出来啊，以为能吃完卤肉饭了呀，结果家门口的保安说没登记，滚蛋！咱们再来掰扯掰扯金门方面给的这个理由啊，未事前通报，这几个字啊听着是挺专业的，其实就是扯淡，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拿着这种废话来搪塞啊！你要是以为大陆这次啊是搞什么突袭啊，搞什么空投啊，那你就错了啊！这事啊是有老黄历的，它是有规矩的呀。那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，当时两岸他为了处理这些四渡人员、刑事犯的遣返问题啊，那就出过大事儿。咱们大陆同胞被遣返的时候啊，遭遇过海难，那可是血淋淋的教训啊。所以为了不让这个悲剧再重演，这个两岸的红十字组织在1990年就坐下来，在金门签了个金门协议。这就是专门定规矩的啊，谁家的人谁领回去，怎么领怎么送，白纸黑字写着清清楚楚。这就是两岸司法互助的老祖宗。到了2009年，那个时候这个两岸关系多热乎啊！这个海协会和海基会又签了个大单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。这名字是挺长的啊，但是这个意思很简单啊，就是咱们俩联手抓坏蛋，那抓住了互相送回老家。当时这个协议在台湾那个支持率是高达80%，
老百姓都是拍手叫好啊。你说谁不希望治安好点啊？所以这几十年来啊，这个照着这个规矩办的事还真不少，多了去了。随便举几个例子，早前这个海口警方通过下金航线送回去5个诈骗犯，那台湾警方当时接人的时候啊，那是满脸堆笑啊，对着咱们证据收集工作都是竖个大拇指说，哥们儿干得漂亮，省了我们多少事儿啊。还有一个台湾的毒贩子叫黄振义，在这个大陆落网了，也是这么送回去的。所以说，通过这个金门、厦门这条线送人，那就是个常规操作，是走了几十年的老路了。那金门那边负责接人的，闭着眼睛都能摸到码头，这流程啊是熟的不能再熟了。哎，现在你突然跟我说没通报，你说这不是找茬是什么呀？这不是耍无赖是什么呀？那就算啊，咱们退个1万步说，那就算这次沟通上稍微慢了半拍，比如说这什么传真机这个卡纸了，或者说是这个电话没打通，那核心问题是啥呀？核心问题是解决问题啊！哎，人都在船上了，都在码头了，你先把这个人接下呀！哎，哪怕罚个款、补个手续也行啊！直接拒之门外，这明显就是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啊！说到这儿啊，咱得往深了挖一挖。哎，为什么这个金门或者说是台湾当局，他就是不愿意接几个人？这就不得不提一个让台湾同胞都觉得脸红的称号——诈骗岛。这几年啊，这个台湾的电信诈骗那是出了名的猖獗啊。为什么猖獗啊？3个字儿，罚得轻。在这个台湾搞诈骗啊，那简直就是低风险高回报的创业项目啊。那咱们大陆这边啊，诈骗那可是重罪啊，搞不好要蹲个10几20年大牢。可是在台湾呢，嘿，那法官啊判的叫一个温柔，经常是这个警察在前头抓，法官在后面放，诈骗几个亿，最后可能就判2、3年，或者是交点罚款就回家过年了。哎，有的诈骗犯啊，刚从派出所出来啊，门口的保时捷都停好了。这帮人为什么怕大陆警察？因为大陆是动真格的。所以这次被遣返的这几位啊，在大陆啊那是实打实服刑了的。这按理说他们回到台湾那都是自由人了，但是这台湾当局可能心里面也犯嘀咕呀，这帮大爷接回来我怎么管呢？第一，他们在大陆判过刑了，那回台湾能不能再判一次？这涉及法律上的一罪不二罚，挺麻烦的。这第二吧，这帮人回来要重操旧业咋办呀？这台湾警察本来就累得跟狗一样，再来这几条过江龙，那不是添乱吗？还有这第三，现在两岸关系这个德行啊，民进党当局那是逢中必反啊，那只要大陆送来的，哪怕是送财神爷啊，他们都得怀疑里面是不是藏了炸弹。所以啊，他们宁可把这个脸皮揣到兜里面，宁可违背人权精神，宁可背上双标的骂名，他也要把这几个人推出去。你看啊，这个台湾法务部门啊，自己都统计过，现在还有1500多个台湾籍的犯人在大陆蹲着呢。以前吧，要是有个人得了重病，或者说是7老8十了，那台湾那边是哭着喊着求大陆啊，哎呀，出于这个人道主义，让我们接回去治病吧。那个时候怎么不谈程序了？那个时候怎么不谈通报了？那现在大陆帮你们把身强力壮的坏蛋教育好了，送回去，哎，你们反而不要了。这就叫有用的时候叫爸爸，没用的时候装哑巴。咱们换个角度再想想啊，那大陆这么做他到底图个啥？这帮诈骗犯坑的是两岸的老百姓啊，骗大陆人的养老金，骗台湾人的救命钱。这大陆警方费了多大劲啊，跨国抓捕，把这个人带回来审讯取证判刑关押，这一套流程下来，那是得花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？咱们纳税人的钱拿来养这帮台湾诈骗犯，给他们吃牢饭，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说句难听的哦，咱们这是在替台湾清理门户呀。要知道，这打击犯罪从来它都是双方的事儿。早些年福建警方搞这个猎狐行动，抓了一批骗了有1000多万新台币的台湾骗子，受害者全都是台湾人。大陆是二话不说，连人带证据打包送回台湾了。那个时候这个台湾媒体是怎么报的？那是感恩戴德呀。2007年台湾那个刑事局还专门派人坐船来厦门来接人，那个时候多和谐啊！那个时候才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好。现在呢，政治挂帅，意识形态上头，那只要是大陆做的事儿，先反对再说，先挑刺再说，哪怕是这种打击犯罪、造福百姓的大好事啊，也被他们搞成了政治博弈的牺牲品。
这几个人啊，要是真被金门拒之门外啊，最后还得被大陆接收，那咱们大陆成啥了？成了这个台湾诈骗犯的收容所了，成了台湾垃圾的填埋场了，这也太欺负老实人了吧？那说了这么多，咱们最后总结几句啊。那这起金门拒收诈骗犯的闹剧啊，看着呢是几个人的去留问题，实际上啊，折射出的是台湾当局现在的心态扭曲。他们是口口声声的喊着人权，喊着护主权，那结果连自己家刑满释放的公民都不要，连最基本的司法互助协议都不认，这不就是典型的叶公好龙，也是典型的甩锅侠吗？那对于咱们大陆来说啊，咱们是做到了仁至义尽，抓人判刑教育遣返，那每一步都是堂堂正正有理有据的。对于那几个被拒之门外的诈骗犯来说，这可能是一堂最生动的再教育课。他们在这个大陆监狱里啊，可能还在想，等我回了台湾我就自由啦，台湾是我的家。结果到了家门口啊，发现被自己的家给抛弃了，这种滋味啊，估计比坐牢还难受。这事啊，最后大概率还得解决，毕竟人总不能飘在海上啊。但是这个金门方面呢，还有台湾当局这次的吃相实在是太难看了。哎，我就想问问对岸那些个办事员、那些个大官们哦，你们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摸着良心想一想，这么做对得起那份共同打击罪犯的协议吗？对得起两岸盼着天下无贼的老百姓吗？行了，今天啊，咱就聊到这儿了。这出荒诞剧怎么收场？咱们搬个小板凳，接着往下看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